说实在的，他真的是博学多才。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说要通过自己的所学专业干出一番事业来。他还说自己出身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一定会努力，让我幸福的。所以你就答应他了？是。第一次约会，我们就建立了关系。大学4年，我们也谈了4年。那时候就想一毕业就嫁给他，可我们家里人却希望我毕业以后能回到当地，结婚生子，找个工作陪在他们身边。但是为了他，我毅然决然地留在了他的身边。然后呢？然后一毕业，他就和2个同乡开了一家公司，其中一个就是小雅的养父林志国。公司发展2年，开始有了一些起色，但是他却和林志国还有另外一个合伙人郑一民在经营理念上发生了分歧。后来那个郑一民就带着一半资源另开了炉灶，开了一家公司。可林志国却留了下来，因为他喜欢你。应该是吧。这个他当时也没有表露过，只是一直默默地为这个公司付出。说实话，这个世界上我最亏欠的，除了小雅，就是他了。就是我把蛋糕摔你脸上那次，我真不是故意的。还知道给我盖毯子呢。不错，贴心。这是咱们加班的那段时间。这个应该是咱们在泰国最后一天大家集体聚餐了。这是我给你加油，你记不记得？加油，加油！这是咱们进警察局，这是我第一次进警察局，吓死了。喜欢你就像是我想这样牵着你的手，一路走下去，慢慢的变老，安静的看着夕阳，跟在你身后，心跳莫名，不规律，原谅我没有及时逗你开心，是因为你怕见我，这是我们俩吗？我会逃避，还是我没有细腻的魔力？
啊！我愿用尽我的余生去守护你。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再到后来，他就变了。他为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事业、自己的野心，彻彻底底的变了。刚开始，我和林志国还在劝他，怕他越陷越深。可他最终还是陷了进去。他为了击垮竞争对手，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公司，最终选择背叛我。我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后来，林志国也离开了他。他难道不知道你怀着孕吗？这个他不知道，因为当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妈，你能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吗？我有权利知道自己原本的姓氏。他就是欧氏集团的董事长欧昌林，也就是欧阳的父亲。这是为二位准备的晚餐。欧阳先生今天为林小姐准备的全部都是家常菜。之所以选择家常菜，是因为欧阳先生希望以后和林小姐的生活是简简单单的幸福。好了，二位请慢用，我就在外面等候。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谢谢夏律师。不客气。为什么要在这儿求婚？因为你说过，你在这里的日子里，是你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我很抱歉，也很遗憾，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我错过了20年。我之所以选择这里向你求婚，是因为我希望在你关于这里的记忆里，能有我们共同的记忆里能有这里。祝我们幸福。王爷，早上好。你早。姑，姑，你起了吗？那我进来啦。王爷，刚烤好的。哎，好，谢谢啊。
真好看。上车。好嘞，谢谢。慢用，我去那边看看。来，哎呦，去那边看一下。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光临，谢谢。不谢啊。你好，阿姨你好。慢用啊！来，谢谢，又见面了，好。我们这是要去哪？非要让我穿这么正式？把你介绍给所有人，以我未婚妻的身份。今天是星期六，你不会是要带我去思雨的那个活动吧？是啊。欧阳，那我还是别去了。怎么了？怕什么呀？正好给你好朋友徐思雨一个大大的惊喜，多好啊！我觉得一点也不好。那是很正式的场合，都是谈工作、谈生意的地方，在那儿公布咱们俩的关系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你只要跟着我就好，什么都不用说。哎，感谢。哎，我说，今天来的人可真不少啊。这徐福山还挺有号召力啊。哎，我听说李总准备跟你合作这个开发鹿岛项目。那欧阳跟我提了一下，可是我最近身体啊跟不上了，公司的事情我基本上都不管了，都交给欧阳和欧瑞了。哎，这么大年纪了，我老李啊，我也该向你学习啊，世界各地到处走一走，玩一玩，是不是？哎呦，你可千万别跟我学，我比你可差远了。哎，要说起我们家黎东啊，这孩子真不错呀，从来没让我操过心。你知道，我这个人呐，没有经商的头脑。我们家老爷子那套啊，都是隔代传，哎，从我这儿跳过去了。不过在关键的时候，还得在旁边啊替他们把关，哪能说放手就放手？你说是不是？这一点啊，你就比我强哎。老，你说咱俩家要结成亲戚该多好啊！那可就是共进退了。咱们两家认识这么多年，黎东和欧阳又是打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们的感情可别因为一点不愉快就断了，你说是不是啊？那样，孩子的事情啊，就交给孩子办。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老李，啊，哎，我啊真得向你学，别心态好。哎不，我差远了。哦不，林伯伯，我是徐洪山的女儿，我叫徐思雨。真漂亮。上次我还听你爸爸聊起你，他要不告诉我呀，我真不知道你和欧阳那么早就认识了。是，我跟欧阳算是一见如故了，只是欧阳怎么还没有来啊？哦，这个臭小子，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我进两位伯伯。哎，好。思雨，所谓以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我们创造财富不容易，而守护和管理财富就更加的不易。我们之所以守护和管理财富，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就是为了看到我们家人脸上幸福的微笑。
鄙人的集团公司经历了30余载风风雨雨，多得国内外各位同仁的信任和支持，在这里我表示感谢了。怎么了？欧阳，我想上厕所，你能不能靠边停一下，让我去上个厕所？一会儿就到了。你笑什么呀？我憋不住了，真的，快点，快点。好。那你在车里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哎！跑了半天了，累不累啊？啊，来，过来喝口水，继续跑。来，我刚才上完厕所，就找不到你车了。怪不得呢，你车没有停在刚才那个地方。演，接着演。哎，演够了吗？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做什么事情之前，你从来都不跟我商量。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事情是要告诉你父母，但是干嘛非要在今天呢？我们找一个时间，换一个更合适的场合，尽量保证一切都顺顺利利的，不好吗？干嘛非要跟炸雷似的，再把你父母吓着？你以为我要干嘛呀？啊，拉着你的手到了现场，拿着话筒上台宣布吗？拜托 ，low 不 low 啊？你想什么呢？那你要怎么宣布啊？傻丫头，我会安静的、有礼貌的、非常绅士的牵着你的手，把你介绍给他们。我要告诉我的父母，你是我欧阳这辈子唯一要娶的那个人，是我要用尽余生都要去守护的那个人，是我宁愿离开欧家都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哎，不行，最后一句话删掉。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可以放弃你的家人。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做这么傻的事情。好。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太肉麻了。肉麻吗？那我以后天天说。你还是别说了。哎，你呀，
借上厕所为由就这么一个人溜了，你这事儿是不是办得太不地道了？上车。哎呀，欧总啊，真是十分感谢啊！百忙之中还莅临会场。哎，这位是嫂夫人吧？齐云，你好。习总啊，哪里，我才要感谢啊！上次您不是大驾光临来我们集团参加新品发布会了吗？那还不是因为思雨啊，一定让我去现场，要去看看令郎，所以我不就不请自来了吗？您说什么呢？哎呀，习总啊，真是好福气啊！有思雨这样的好孩子在你身边，以后啊，你就省劲儿多喽。嗨，省什么省啊！要指着他管理公司，我现在可一点影儿都看不着啊！我呀，也不希望她成为什么女强人。哎，一个女孩子嘛，该嫁就嫁，婚姻幸福，家庭稳定，这我心里才踏实啊。怎么，思雨还没有男朋友？啊，没有呢。哎，你说呀，我呀，为她的个人事情我发愁，同时呢，还有点舍不得。我觉得呀，没有什么男孩子能配得上我们家思雨，他眼光高着呢。哎，没听他夸过谁啊？唯独对你们家欧阳是个例外。爸，伯父伯母，你们别听我爸说的。欧阳是我的好朋友，我很欣赏他。个人问题方面，我一点都不着急呢。哎呀，再不着急，哎，也应该考虑了，是不是？哎，你知道吧？一个女孩子啊，在商场上打拼，那会很累的。是。徐伯伯，这种问题我看也未必吧。哦。现在国内外很多优秀企业的 CEO 和创始人都是女人，在这个时代，性别早就不应该成为甄选接班人的门槛了。小瑞啊，你徐伯伯是这个意思吗？不论徐伯伯是什么意思，我都支持思雨妹妹。女孩子在个人问题上，完全可以跟男人一样，不着急，不将就。老欧啊，不愧是你欧长林的女儿啊！哎，说话风格跟你一模一样，雷厉风行，一针见血啊！哎，不过呀，说的有道理，看来我这个老观念也得改一改了啊！不好意思，我去个洗手间。哦，请便。欧总，哎，真是太喜欢了。欧阳我也喜欢啊。跟我出来说。你怎么来了？不是我要来的，是那个陈哲打电话让我过来的。他让你来干什么？我哪知道啊，我都不知道这儿有这么一个活动。李东啊，我跟你欧伯伯提了一下这个鹿岛的项目，他好像不太接我这下茬，把所有的事呢都往欧阳身上推。我看这件事啊，恐怕不会那么顺利啊。爸，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好，尽点心。我跟你妈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你俩要去哪儿玩啊？保密。不告诉你。老欧，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一步。好，齐总，哎，祝贺啊！哎，谢谢，启动仪式非常成功啊！谢谢啊，谢谢。好，我先走一步。哎呦，再见。变化啊！哎，好，哎。老李，知道。欧伯伯，您总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徐思雨就是个心机女，你看她讨好欧伯伯那个样，简直就像看见自己未来老公公了似的。不是薇薇，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是个女的就都喜欢欧阳啊？什么叫我觉得呀？她就是喜欢欧阳，有事没事就往上贴，完全不懂什么叫矜持。
难道当初一个劲儿往欧阳身上贴的人不是你吗？哎，我这种贴法和他那种贴法完全不在一个段位上，好吗？我这叫明着贴，光明磊落。他呢，切，喜欢就喜欢呗，跟谁看不出来似的，还掖着藏着，指着欧阳的善感的追他呀！别逗了，让欧阳正忙着和林美雅谈恋爱的，哪有功夫搭理他呀？估计他也是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就利用他爸，利用他们家的资源。哎，这不叫心机，叫什么呀？林美雅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不要脸。行了啊，别说又过分了，够了。哥，我带他去见2个客户，你待一会儿啊。好。欧阳，怎么？要不然我先把戒指摘了吧。美雅，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想要正式的把你介绍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即便他们不同意，我也要去争取。如果你爱我，就请你跟我站在一起，我们2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战斗。但是请你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伤害，好吗？不许走，有我在呢。走。你们俩怎么才来啊？启动仪式都要结束了。思雨，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来晚了。没关系，来了就好。美雅，我没邀请你，怕你不喜欢这种场合，特官方特无聊。我知道的。他本来就不想来，是我硬让他陪我过来的。你不生我气就好。对了，我介绍我爸给你认识，我爸早就想认识你了。好，爸。嗯。哎，徐伯伯您好，这是我在法国的同学，最好的朋友林美雅。哦，你就是林美雅。我呀，常听思雨说，在法国的时候你很照顾她，我呀还得谢谢你呢。没有徐伯伯，没有思雨他说的那么夸张，正好相反，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候，都是思雨他帮我，我要好好谢谢他。行了，你就别谦虚了。每次都是你帮我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的，连我们家阿姨都没你做得好呢。不好意思，徐叔，思雨，我想先带美雅跟我爸打个招呼，可以吗？当然没问题，美雅是你的人嘛。对了，思雨，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向美雅求婚了。徐叔，那我先走了。一会儿见，徐伯伯。好。爸。算了吧，欧阳，没事的，没关系。美雅，微微，我天哪，什么情况啊？你们俩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哎呀，你先回去，现在不能让他们看到你。我不走，来都来了，
我想见见小瑞。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现在不是见他的时候。小瑞是我女儿，我想看看她，怎么就不行了？你维护天下不乱是吗？这么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竟然不在。哥，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我在，最起码还能帮你们出谋划策呀。算了吧你，我求你就别瞎添乱了，好吧？你要是知道了，那还叫惊喜吗？以你的性格，你不得告诉人家梅雅100遍？胡说，我又不傻。我看你挺傻的。然后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好傻，好美，好幸福啊！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啊？按我的意思呢，当然是越快越好。可是我们还没有通过父母这一关呢。可是你们俩今天合体现身，还戴着大钻戒，摆明了就是来示威的呀！我觉得特别棒。哎，需不需要我帮忙？哎，别说风就是雨的，你帮忙只会越来越忙，好吧？对待父母，还是只能靠真诚。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由他们来自己处理比较好。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而我们只要祝福就好。你能不能别这么固执？你先回去成吗？不是我固执，你总说让我等，你说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哎呀，一民呐，你出来了！你说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看你呀！啊！托你的福，我没死在牢里，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出来了就好，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您现在是欧氏集团的董事长，我一个劳改犯，哪敢找您呢？怎么了？怎么样？看见徐思雨的表现了吗？还有他刚才说的那些阴阳怪气的话，我离得那么远都听得一清二楚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已经对欧阳无法自拔了。哎呦，你俩绝交吧，再这么下去还怎么愉快的相处啊？薇薇，你把我拉出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啊？啊，这事儿还不重要啊？哎呀，上次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是你想多了，思雨她不是这样的人。那他干嘛今天不请你啊？哎，你来了，还是和欧阳手拉着手一块儿来的，你还带着钻戒，他酸的心里都快一坛子醋了，所以他才跟你说那些阴阳怪气的话，你听了心里不会没感觉吧？